30多度的天，昨天晚上停电了，是因为这个漏电保护器推不上去，然后这些空开的话都没有跳闸。今天我就来充当一次水电工来检修一下，看到底哪里有问题，能不能把它修好哈。昨天晚上真的是停电之后特别的热，小孩子都一直在哭。我们要先把配电箱下面的这些东西给它全部搬走，要不然人站不进去。因为以前做的这个水电哈，都是全屋一个回路，所以说一个地方跳就全屋都没电。哇，快让爸爸，快让爸爸，爸爸这桌子搬到这外面来，人可以站进去就行了。搬开了，顺便等一会儿再来扫一下这里的卫生。刚刚出来准备把这个电表里面的总闸关掉，结果发现这个总闸里面全部都是稻草，应该是鸟弄进去的。现在打开把它弄掉。外面的总开关已经关了哈，现在我来把这个配电箱这里给它拆开。昨天晚上停电之后，我分析了一下哈，我把所有的就是家里面用电的插座全部都给拔掉了，然后也是推不上去。然后我把这些所有的空气开关搬下来，也是推不上去。现在就是我分析的话，应该是可能有2种情况。第一种情况是这个漏电保护坏了，然后第2种情况的话，就是埋在墙里面的这个暗线可能哪里漏电或者是碰电了。现在我们先尝试着把这个漏电保护器给它换一下，看能不能推得上去哈。因为以前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，就是我们在我们家里面也是换了一个漏电保护器，然后就解决了问题。这下面的这个线都有一点点烧糊了，有可能就是出线端这里的原因。我把这个空开拆下来换一个。这个漏电保护器是我们家拆房子的时候拆下来的哈，正泰的，我记得当时是买成好几十块钱吧。不是专业的还真的不好吃这一碗饭哈，因为这个配电箱这么小，我感觉不好换。哦哟，这个以前那个水电工估计也不是专业的，这里面螺丝全部都给它车烂了。先拍一个照，看这个线怎么接的，不然等一会儿拆容易，我都忘记了的话，就接起来就麻烦了。红色的应该是火线，绿色的应该是零线，这个是进线。出线这里线头都烧糊了，不知道是不是负载过高的原因，这个空开有点小。这个漏电保护器这里都已经烧坏了哈，应该是功率太小了的原因。因为我以前我舅舅他们家的话，大功率电器不多，然后我们搬过来之后，大功率电器比较多，可能是带不动。之前氧化的线头我把它剪掉了，然后重新拨了一点线，这样子放进去的话，它就压得很紧实了。刚才那个感觉都是一个外行做的，它那个线头拨得很长，这上面都是裸露在外面的。这个是进线已经接好了。然后下面出线这里不是已经全部烧坏了吗？把出线这里我们也剪掉，给它重新接。哦哟，它这配电箱里面的线是2种，4平方的 BVR， 然后2.5平方的这个又是 BV， 就是硬线、软线、粗细都有，乱七八糟的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2个线太小了，2.5平方的，我想要不要把它换成那个4平方的线？算了，这2个线给它换一下。现在把这边的线装来试一下，就知道有没有问题了。先不要着急把这个漏电保护器给它放进去哈，不然好了，漏电保护器换了，现在我去把外面的总闸打开看一下，如果推上去不跳闸的话，基本上问题就解决了，就是这个漏电保护器的问题。如果推不上去，或者说还要跳闸，那肯定是墙里面的线路的问题了，那个就只有叫专业的水电工过来再来检修了。现在看一下有没有问题啊，已经解决问题了，家里面灯亮了，并且也不跳闸了。昨天是你推不上去，你推上去喷就弹，推上去就弹，推上去就弹。灯亮了，已经有2-3分钟了，并且都没有跳闸，看来解决问题了。所有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。昨天晚上其实我就在想，会不会是这里有问题哈？因为晚上漆黑的也没办法处理，就热了一个晚上，老板睡都没有睡好，今天早上又出去办事去了。现在把这个关掉，我也去把外面的总闸关掉，把这个漏电保护器给它放到配电箱里面就可以了。完工，现在把这个原来的配电箱盒子给它装进去，这里按一下推上去就搞定。然后外面这个进线这里，刚才我不是说住了一个鸟窝吗？看到没有？鸟窝后面的线全部都已经烧糊了。这个的话我不敢弄，我已经打电话叫国家电网的电工师傅过来处理了，因为这个是没有进家里面的线嘛，都是他们来处理。看到没有？这个安全隐患真的好大，幸好今天发现里面有鸟窝，要是长期的话，很有可能自燃都有可能。全部都烧焦了，这里面，这个表里面的线已经接好了，然后大家看一下地上这一堆，全部都是那个雀螺，
忙活了半天，总算把这个电给搞好了哈，可以吹空调和扇风扇了。夏天没有这个电，真的是太难受了哈。生活和工作中总是在不断的学习和累积，然后一点点，慢慢的感觉所有的东西都懂了。突然发现自己真的是很强，不仅仅会做菜，我还不说了。咱们下期视频再见了，拜拜。